Hello，各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为了我们即将到来的9月来进行整体运势的能量连结。今日呢，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要看一下9月上半运势，也就是说9月1日到15日的整体运势和能量是如何的。在以往的大众占卜当中呢，我们的每个月的月运预测篇都会花蛮长的一个篇幅来帮大家去感受和连接我们整个月份的各个状态、各个方向，也希望运用新的方式可以给大家更好的能量连接的同时，更快速的帮助大家得到需要的讯息。因此呢 Starcy 把整个的月运有可能会分成2段，那我们在今日来看的是9月上半段。当然了，如果这当中有关于整体的运势，比如整个的这一个月当中需要注意的点和一些事件出现在我们的卡牌当中， Starcy 也会传递给大家，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帮助到大家。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9月不错的一个月份首先在今日我们的水星呢就恢复顺行了，有可能在这之后还有几天的阴影期，但是有可能这个8月来势汹汹的水星逆行都会让我们重新的平衡，重新的厘清思路，然后站在一个新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我们人生的一切。那在这个9月到来的时候呢，首先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处女座宝贝们生日快乐，好运常伴，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心愿达成。那在我们的最后一则影片第4则里边也会帮所有处女座的宝贝、太阳上升、月亮或者说金星处女特质的朋友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生日到来之际，未来的一年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希望可以给予大家最高度、最集中的祝福和保护。再次的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我们一起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的环节。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也可以闭上双眼。好，我们一起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来聆听宇宙的声音。那如果需要时长久一点的冥想影片的朋友，也可以来到 Starcy So Healing 的频道。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Starcy 都敞开与大家连结，因为我们是一体的。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整和放松，好，以及平衡我们的能量状态。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接下来的选牌和读牌。好，大家可以缓缓地睁开双眼，调整一下我们的呼吸，来看一下我们眼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那我们今天呢，占卜的主题是9月的上半运势。好，我们9月上半将会是怎样的呢？将会怎样展开呢？又有什么我们可以提升和注意的呢？好，大家可以感受我们的卡牌连接了下方的这个天然石的选项。好，把它们当成一组。好，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蓝色天然石有点像海纹石哦。好，蓝色海纹石，跟我们的背景颜色有点相似啊，海的颜色。好，这是我们左边的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透明的白色水晶石。好，白色水晶石。这是我们中间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虎眼石。好，我们看到棕色啊。好，散发着微微的金色光芒的虎眼石。这是我们第3组的参照天然石。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触碰和翻开的呢？这就是第一直觉，没错了。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好像是一颗水滴一样的蓝纹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9月上半运势。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上半期这2个星期1到15日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整体运势能量？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方面的运势又有什么样的转换？那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又是什么呢？地方是要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对应一颗蓝纹石。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讯息啊？针对我们的上半个月 ，OK，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黎明破晓了然后这个天际上闪烁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它打破了有可能是星空和暗夜。这边我们看到是 New Beginnings， 新的开始。恭喜第一副组牌朋友在9月初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那我认为这个开始有一些朋友是你们真正的去，比如说到了新的工作环境啊，然后有些朋友是开学，有些朋友有可能是搬家，或者说你们的人生正式到了一个新的章节。我认为在上一个章节里边，有可能你们要翻山越岭的，你们有可能要施展你们的18般武艺和才华，有可能你们要对抗很多外界环境里边的冲突，或者说让你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些非常激烈的内在斗争的选项。但是看到这张新的开始，也代表了第一副牌的朋友拨开云雾见了天日啊！我们这张牌非常的美，既可以看到远方的淡淡的晨间的星空，也可以看到美丽的太阳正在云雾之后射出光芒。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耶稣光出现。所以第一组的朋友这个9月初对你们来讲会有绝好的机会一些朋友可以把握住。这张牌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们站在了某一个巅峰，或者说某一个高点再去看其他的山脉，看远方的风景，我们心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种怅然，那种淋漓，和那种对于人生新的理解和探索。所以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在9月开始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种哇，我已经走到了今天，我已经走到了当下这个时间点，我能够超越和
看过也算是看破过去的种种经历带给我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和怎么样的一种学习。这张牌其实是一张蛮震撼的美景啊，日出嘛，日出破晓嘛，是吧？所以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9月的上半段，你们也会寻到人生的突破口，不管是最近的工作啊、人际关系还是感情，你们会发现你心中真正想要的、发自内心的在寻求的是什么。好，然后非常让人舒适的一张卡牌，一些朋友在事业上，在职业的生涯上，也包含了你们在寻找的一些路途上，也会出现非常崭新的明亮的转折点。因为当黎明破晓之后啊，大地被太阳照亮，我们有可能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这条路是怎样的，那条路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不需要在黑暗里边摸爬滚打了。所以也恭喜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上半整体运势是怎样的呢？整理一下卡牌哦。第一张出现的是隐士的逆位， Two of Wands 权杖2号，权杖2号和这一张 New Beginning 这张卡牌能量蛮像的。我们继续整理一下卡牌，来看一下9月上半能量怎么样。 Queen of Cups， 好， Queen of Pentacles and Two of Swords， 宝剑2的逆位。好，不错的能量啊。首先第一组的朋友，未来这2个星期啊，是你们重新回归心灵的平静和生活舒适的一个阶段。所以啊，有可能在前1个月啊，我们这个8月当中，有很多凌乱的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啊，纷纷扰扰的。不过未来这2个星期呢，会让你们有一种重新的舒适起来，重新的愉快起来，重新开始去理解和享受生活起来的状态。我看到你们的生活在回归秩序，然后你们也在整理你们的心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任何的问题都会有非常好的或者说更佳的解决办法和一些新的展望。有不少朋友在这个月的月初呢，将会做出一些整理式的或者说整合式的行动，比如整理8月之前的，甚至是8月之前今年的过往的一些记录啊、资料啊。你们有可能也会重看，也会去review， 重新的去查找啊，了解这些相关的信息，去集合它。但是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心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数的。你们对于自己未来要怎么发展，尤其是在9月这个月份如何翻盘，有内心当中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应。因为我们毕竟看到隐士牌啊，这就是9月的卡牌，然后我们出现2张2号牌和2个王后牌，这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将在这个月份里边做出选择有可能是我要选择未来的人生规划和长远的发展，有可能会去选择让自己的人生状态更加饱满更加美好。所以这2个星期呢，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是稍显忙碌的。这个忙碌不一定说工作上忙，而是你们的头脑和你们的身心灵都在重新整合的状态里边。那王后牌在这一套里边都是温温柔柔的啊，静坐在原地啊，静坐在莲花池上，静坐在大地之上啊。也就是说，你们在情感上、情绪上，也包括物质上，其实是安稳的。如果最近有一些物质上，你们需要去担心啊，你们需要去整合的部分，这只代表了有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深、更透彻，再去进行一些归纳和整理罢了。那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整体的情绪和智商，或者说你们去落实一件事情的这个手法和技术都是在线的啊。看到2个皇后牌，其实我们不必担心。那有一些阳性能量的朋友，男生能量的朋友啊，来到这一组，有可能你会出现女性贵人，有可能会帮助和指引你去做未来一段时间的谋划安排，甚至是行动和铺陈。从这些牌里面也看到，其实9月初是一个分水岭来的啊。我们看到2号牌嘛，宝剑2号和权杖2号同时出现。不过宝剑2号的逆位也代表了第一副牌朋友你们会做出选择，那这个选择不是纠结的，也不是两相为难的。我看到你们会非常利落的
然后非常井井有条的在内心先整理好自己，也在外在将你们的生活，然后将你们的人际关系、合作、工作、情感一个一个打理起来。而这种我要再次去打理一下的想法比较浓烈，而且行动也是非常踏实跟得上的。我觉得一些朋友如果在前一段时间呢遇到了困难纷争、选择困难症啊，甚至在职业的转弯上，有可能一些朋友在选择新的职业，有可能一些朋友在去做一些创业等等啊。9月的上半旬是你们完全可以去抓住的机会。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并不一定事件有了巨大的突破，但是你们的心理变得越来越有底，并且你们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的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跟着这个感觉走没错，大家呢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而且你们走的道路是对的。好，整体的方面是这样，我看到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把之前没时间想的、没时间做的事情一并整理开来，然后整个的这2个星期也是一个去把之前遗留的问题啊逐渐的清除和解决，然后让新的一些算是问题吗？然后也算是新的一些可能性浮出水面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啊，新的开始已经到来了。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回头，向前看啊！你们要 look forward， 你们要往前去看，看到什么？看到这灿烂的、美好的朝阳正在你的眼前升起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月布下愿景。有这个月的显化和整体的一个重新制定愿景能量是比较强的，这也会帮助大家非常快的去吸引实相发生。好了，下面我们看一下感情方面是怎么样的啊？这2周的感情，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7号，宝剑的9号 Nine of Swords， 哦天哪！去看一下啊 ，The Fool in Reverse， 逆位的愚人牌。我们这边首先看到的是 Six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逆位的金币6号。我们再把这个卡牌整理一下，大家稍等。弹得蛮远的，我们要把它拾起来。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Queen of Swords 啊，这张牌也是飞出来的。感情这个月啊，我认为一些朋友你们在等，就如果你们在等待一个人的消息，然后你们在等待和一个人的连结和联络，然后你们在等待一些可能性的话，这个月份的毕竟是前2周嘛，我们也算是一个运势速报啊。一些朋友会觉得我等也等不来的，感觉是有一些感情的问题，或者说你们在争吵和争端的问题已经到达了某一个点。这个点并不是你们2个人要突破、要决裂、要裂变和变化的点，而是让你们真正的在从内心往外去理解你们的痛点在哪里，你们内心小孩的痛点在哪里，并且堵住它。所以其实感情课对于第1副牌的朋友来讲啊，在前2周有点难修。首先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你们觉得有一点被卡住啊，感情上被卡住的朋友可能来到这一组，也有些朋友就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啊。如果之前的一段时间是忍耐的，这个月份你们有可能蛮想要去重新的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爆发的。不过我看到这些牌是没到一个对的时间，有可能2个人之间的步调并不一致，有可能一些朋友是你们的给和得，就是2个人的 giving and receiving 啊，就这不太一样。比如说你给的更多，对方给的更少，而渐渐这个天平失去了平衡。那看到权杖王后的正位，就是你们会选择亮丽的然后充满热忱的，没有条件的爱自己、爱未来以及爱你们的爱情。所以在感情这个部分，很多朋友如果他是一个传统的稳定关系，因为这2张牌一起飞出来，还有金币国王的逆位啊，对方呢有可能会稍显自我、稍显吝啬和稍显缓慢，就那种行动上的迟缓、意见表达上的缓慢。原因在于什么？这个牌里边的水是不流通的，我们没有看到水的元素出现。当水不流通的时候，我们2个人的感受有可能没有办法合在一起，2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冰火2重天，一个人活在水下，一个人活在火的世界里边，好吗？有些朋友有可能最近你的这个恋爱对象，
他的个人生活情况并没有很好，比如说事业啊、财运啊，或人际纠葛等等。我看到有些朋友是出走的，就这个恋爱如果是一个出走状态的话，你们会是一种要么就是在原地静候，要不然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再去多给一些，让这个爱情能够重新焕发生机。那宇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看一下啊 The World 世界牌，很美好的一张卡牌啊，结果是美好的，一切在向着一个美好的结果去生成，只是在过程里边有可能两个人会有一点就是说走到自己的方向里边，对，你们有可能会走到分岔路口，走到自己的方向，但是结果上来说，其实这为了让你们去成长和扩充成为一个更加高版本的自己。所以我认为在这组里边，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是为情所困的。那如果是稳定关系的话呢，这个月里边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金钱财务的问题，卡住两个人的行动，然后两个人有可能意见也并不是一样的，甚至你会觉得有一方是比较鲁莽的，或者说他比较不懂得给予，或者说不懂得去感恩和理解。那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呢，稳定关系的朋友也会遇见一些你们个人的课题，比如说你们的事业要向前冲，而对方好像没有办法去辅助你，甚至有可能对方是没有起到一个支持的效果，耗费了你的精力和能力啊。第三点呢，一些稳定关系的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其实也是一个能量的分水岭。你的能量如果在向上走，有可能对方呢跟不上你的脚步，所以当新的开始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稳定关系需要整合你们需要以一个新的方式去连接。这个智慧呢就在世界牌里边，我们要用风火水土我们要用所有的元素的智慧去圆融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可以包容万物，我们当然也可以去容下这一点伤心我看到一些朋友，如果你们伤心了、落泪了，在这个月份里边等消息等不来一些断联分手的朋友，教皇牌看一下Four of Swords。 好，这个人无力连接，这个人无力去沟通为什么？因为他在一个内在自我修行的时期自我的一种锤炼和沉淀必须要达成。所以我看到其实有可能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因为这个人有可能他真睡了睡的原因在于什么魔术师的逆位，能量不足，心力不足，不知道如何去沟通，解决不了现状。比如说他的这个家庭，他的长辈，他的教育问题在教皇牌当中有所体现。那魔术师的逆位也代表了想又无力，或者说干脆那我就躺平好了，我摆烂好了，这样的一种信息所以这个月前2周是一种断联状态。那有些朋友我觉得是断联冷战当中，你有可能会焕发出一些新的能量去瞄准你的生活向前走一步，有可能是这个功课要给予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学分，大家一定要拿到好吗？那如果是在单身的这个状态当中的话，看一下我们单身的朋友，圣杯8号 Oh my god Lovers and Strength， 会有一种闪恋的感觉，闪电的恋爱，闪电的喜欢，然后又闪电的没有了，就那种突然晕船突然不晕船了，突然上头了突然下头了的感觉。那这个能量其实是水星逆行的余波未了，就是逆行的阴影期嘛。逆行的阴影期是大约1个星期左右所以在9月初期大家有可能会突然的蛮喜欢，蛮中意，或者说看到一个对象是蛮亮眼的，你也有可能非常打动对方，但是这个当中体现的是两个人在外形上气质上的相互吸引，不代表内在是统合的统一的，所以你们有可能都是比较骄傲傲娇或者说在内心深处对待感情有一点消极和悲观的人然后我看到天使在保护你去拥抱和体验新的爱情，因此呢，你们可以在内心里边多给自己充足一下太阳轮和星轮的能量去 date， 去约会，去了解一下好吗？所以单身的朋友是有新的桃花新的出现的，只是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非常优秀，但是宇宙给予你们的一些 offer 你们要不要接？当然了，不接也是个人的意愿只要在任何时候你们的心轮是打开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是 OK 的，我们肯定是有机会去进入稳定的交往。这个月第一组的朋友感情上前2周有点波折我们可以在月中的时候看一下
后2周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但是我看到其实宝剑9出现了是让我们睡不好、吃不好，让我们担忧紧张的一些事情。反向的需要啊，如果出现了权杖王后，不管男生女生来到这一组，你们需要质问和考量的是你心中伤害自己的这个恶魔是谁？你的内心小孩吗？是那个你不会得到爱，你不值得被爱，你不是被专一爱的这个信念吗？直面你的这个信念，让它从你的心轮里边走出去，好吗？让它从你的心轮里边永远的离开。好，这个时候我觉得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就可以去建立一个非常健康、良性而有能量的心力状态。心啊，我们的心的力量，你的心的力量充足了，我们吸引什么都是非常容易，可以说手到拈来的，好吗？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爱情上，我们看一下，卡牌告诉我们啊 ，resolving conflict 啊，用爱来化解冲突啊，用慈悲、用包容去化解一些不理解，爱永远都存在。所以这边感觉到有一个人在闹，有一个人在哄，有没有啊？有些朋友你的伴侣最近有点闹，对吗？因为这边看到这个有没有这2个人物牌有点像，但是如果是阳性能量男生朋友来看到这一组啊，有可能最近你的心情并不好啊。这个心情不好来源于什么？我们的心情啊，看似是在我们的这个物理的身体里边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能量状态，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高维度、多维度的感知。我们感知到3维度，我们可以感知到，有可能我们有第6感，感知到其他人的感受了，甚至在我们不知道的维度，我们的高我有可能会传递给我们不一样的信号，累生累世的啊，突破了时间的限度，在高维度里边累生累世的，所以突如其来的一个感觉，并不代表是当下真的发生了什么，有可能是你们的内在在呼救，或者说在需要你用爱的能量去填满你的心轮，然后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啊，你爱的人也是一样，他有可能比你更柔弱。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啊给出的是无条件的平等的爱，但在这之前，首先你的爱的能量是充满的，你愿意以这个动作去，是接触他、搀扶他、是接引他都可以，因为只有这个能量可以让你用这个方式走向他。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也是没有心力的，那有一个通关诀窍啊，就是滋养好你们的身体和每一天的生活。等到有一天你的心力出现了正向的能量转换，你自然而然就会拥有行动的力量啊，或者说被行动的力量，就是对方有可能会有力量走向你，如果你在显化这件事情啊。所以爱情首先是在这个2个星期里边，26号牌代表了去化解一些冲击和冲突，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是可以冰融的。不过我看到这个牌当中的朋友啊，基本上都是那种可以说是 power couple 吗？强碰强啊，强强联合。所以说有可能2个人的性格都是比较倔强和固执一点啊，需要一点时间来化解。好，这是我们的爱情的方面啊。下面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事业，好，财运怎么样？那我们的事业财运啊，皇后牌 Empress and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好，看一下我们的事业财运是怎么样的呢？ Two of Cups， The Chariot in Reverse， 很多大牌哦。好，我们看到的是 Magician 魔术师牌。事业运很好哎，首先 Starcy 希望大家是情场得意，事业场得意啊。不过这一组2个牌对比起来是有一种情场失意，事业场得意的感觉。当然这只是2个星期的能量啊。有些朋友情场并不一定是失意的，但是一定出现了小小的一些问题和冲突，需要我们去用爱来化解，用我们的能量和能力来化解。而在事业上是如何的呢？不错哎，我看到在这个月份当中拥有机会，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有一种闭眼冲的感觉，闭眼冲了，就是有可能未来是怎么样一个长期的详细的计划，我们或者说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能够看到非常好的一个光景和利益啊，并且我能够感受到它，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美好的市场。
或者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发展前途。所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整个的9月前2周当中会展现出你们的聪明才智和才华，以及一定的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我觉得如果在工作的朋友啊，你们能够去理解到可能是上司，可能是你的客户，或者说你对接的这个工作的需求，所以有可能有一种摸索着突然就摸索成功的感觉。有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有点卡，或者说你们觉得我好像有点迷糊，不知道这是怎么突破的，但是你却找到了通关的重点，你有可能摸到了那个通关的按钮。所以在这个9月上半旬，一些朋友特别是在水星逆行期间卡住的问题、项目啊，或者说一些 issue 啊，就是一些待解决的难题、难关等等，最近都是比较容易被化解，就是被化掉了。如果是在工作里边遇见合作的朋友啊，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毕竟我们看到了新的开始嘛。所以有一些之前没有谈成的合作呀，有一些之前有可能搁浅了的，看似没有下文了的一些合作还会继续谈下来。甚至有一些朋友，当你们发挥了聪明才智，去突然转念理解到了对方的意图和对方的目的，你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给出一个很好的应答。所以这个魔术师代表灵机一动啊，我们这个牌里边居然有4张 Major Arcana， 4张大牌，这代表了什么？我们核心当中这个小牌圣杯2号是非常关键的。圣杯2号是什么？是沟通，是面对面的沟通，是我和你相互去理解彼此的意图，然后达成一个真正的和谈、利益的交换，也代表了拿出真心来去跟对方进行连接啊。圣杯2号是可以说是恋人牌，是小恋人牌，但它确实也代表了一种合乎情理的交换exchange， 就是我们拿出彼此真正的能力、智慧、处理问题的这个观点和技能来进行相互的交换，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卡牌。然后皇后牌其实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计划，美好的计划在被孕育，所以一些朋友在9月开始一些朋友是7月开始，你有一些美好的重大计划，甚至是关乎到未来1年、2年、3年的光景的。我认为其实9月初就有转换的空间和机遇了。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急不得的这个月如果是有财富和财运相关的一些事件，反而这个牌代表了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眼光不能放在金钱上，你们的眼光反而是要放在一个长远发展上，甚至什么是来磨练你的。比如说我在反复做一个项目计划，已经改了3次，我在反复被磨练，或者说我的一个合作很久很久没有谈成，有可能在反复的去有可能是要去讨论的当中的一些细节然后我们的眼光看的并不是金币，因为金币的逆位代表了我们在当下去跟金钱来进行连结，反而是能量有一点脆弱的。相反，当你看到了一个丰盛的，可以利益到众人的，然后可以让双方和多方有重大的收获的这样的比较好的智慧和比较好的一些表达，比较好的灵感，你们完全可以散发出来。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的高我也想逼你们一下，而在最近这个阶段里边，反而是越过金钱这个课题，看你们自己的本身，你们自己本身的成长是什么。当然了，如果说财运怎么样的话，在这个9月前2周的话，我感觉是平的。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为了出差出行而花费，一些朋友也有一些那种长期需要去花销和填补的地方。不过第一张出现了王后牌，就代表了其实你们在经济的能量和水准上是宽裕的是可以让自己放松的。而当下呢，有可能必须要历练我们的就是长远的规划。9月以后10月、11月、12月，甚至到了明年3月，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好，在金钱的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金钱能量怎么样。好，圣杯国王 Strength and Four of Swords， 我们看到很多 Four of Swords， 大家首先在这2个星期多多修养多多休息经常闭目养神一下因为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形都是非常需要集中能量、集中注意力才能够得以修养的。
那在金钱上呢，我觉得一些朋友是伤神状态，你会有贵人出现来帮助你的金钱运，或者说我们在这边呢也有在比如说稳定工作，或者说稳定去进行合作的一些朋友。我看到其实有一些人是出于情会来给予你帮助和关注，这个圣杯国王其实也代表有贵人出现，所以大家可以去理解和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好，在这2个星期里边，我感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就是说财运不是困住你们的地方，有可能是沟通和合作也有一些朋友在寻找工作的话，这个月份里边容易出现 offer， 前2周就容易，或者前2周是一个面试和铺陈的阶段呢，这个 offer 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真正的出现。9月是一个你们可以去得到收获的时候了。如果在稳定工作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是可以跟人沟通和进行协作的。这个协作会帮助你们打开你们的智慧，让你们的任何事情的效率都更高一些。那如果是在单独创业和做老板啊、做副业的朋友啊，这个月份里边你们是疲惫和焦虑，所以有可能你们一个人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点点挫败性的信念，就是哇，我能不能做得下去啊？我能不能坚持得下去？千万不要冲动，这只是你的冲动的想法啊，这只是冲动产生的一些负面的可能性罢了。当然呢，事实在于你们需要去摆平的，就是这个就是你们的小小心魔。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和我们自己进行历练和修行的时候啊。OK。显化财富这件事情上，国王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愚人牌和圣杯9，你们的偏财运很好。当你们不注重金钱的时候，金钱就会涌来，有没有啊？就愚人牌不小心的时候，居然口袋里边还有钱，不小心我的余额还有这些钱，你们会突然的发现一些这样的可能性。这并不代表你们健忘，代表你们的偏财运是非常好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件，或我在家里的角落里边看到了一些硬币之类的千万不要忽略它，把它装进你的口袋。这是你在告诉宇宙这是一个相应的法则，你正在去积累，你正在去储蓄，你会让自己越来越丰盛。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能量其实非常的神奇，也非常的可爱你们是有能量和机遇去显化非常好的财富能量的。这前2个星期呢，有可能我们忙的就是忙碌一下就过去了。不过我觉得大家在心情能量上做一个整合，会帮助大家在未来长远的一个时期有更好的可以说是收获，也可以说是长久的播种，会迎来非常美好的不断的丰收看一下学生朋友怎么样。圣杯1的逆位，圣杯9的正位，星星牌的正位，虽然是差不多的卡牌，但是连接到我们在解读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事件学生朋友我觉得就压力蛮大，然后你们在让自己重新进入状态，或一些朋友还在假期当中嘛，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学期了，或者说一些朋友在离开故土离开家乡，然后到达一个新的城市，一个新的国度，要重新的去适应，然后了解和融入。那这个月份的前2周，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有星星和吊人牌的逆位，你们的理想是丰满的，但是一旦去落实到做事情，比如说就是有作业有课业或者说有些要研究的东西你们会觉得要去处理的这些细节太多，所以这2个9号牌代表你们会把自己的生活填满你们也会让自己忙碌起来，哪怕有些细节是你不喜欢的，会在这个2个星期里边重新捡起来，然后让它呢变成一个没有缺漏的饱满状态。所以这2个星期是查缺补漏的时候，也大家呢可以偶尔去读一下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然后会被那个灵感一点的这个时候。当圣杯1出现的时候，看到很多朋友你们蛮在意这个学业或者说学习的这个内容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但是我看到另外一点，其实不管你感不感兴趣最终你都会成为一个获得状态。所以在结果上来看，我们在结果上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将会发现其实你拥有非常强大的能量和智慧去吸引它，吸引这个智慧来到你的身上，吸引这个智慧呢被你发表或者说被你去散发出来。如果最近在做一些比如说课题报告然后去发表一些文章数据等等最近这个阶段是你们
就比较仔细的一个阶段呢，我看到结果是非常好的。那如果在这个月份前2周我们有考试的话，考试是有惊而无险啊，我认为结果不错。但是其实在这个考试和准备的过程里边，你们都会觉得是非常耗费精力和体力的，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我们的精力和体力是怎么样的。我们出现2张9号牌啊，大家可以拿到90分，但如果要拿到90分以上的话，你们有可能需要的并不是再进一步的耗费体力，而是要着重你们的注意力，着重你们的整体状态，包含了身心灵的状态，好吗？ OK， 这是给学生朋友们的一些指引。那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 Oracle 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呢？我们看到3号The Crown，OK，I am a good leader 啊，我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人，多好呀！我们这边看到多少皇冠，圣杯王后的皇冠，金币王后的皇冠，我们这边没有又看到一个王后牌啊，刚刚这边啊女王牌的皇冠有没有？所以说啊，你们是被加冕的，你的头顶轮呢，首先第一副牌朋友头顶轮是很开的，再者就是啊，虽然你不管在灵魂上还是在年纪上。感觉有一种可爱的单纯，年纪轻轻啊，或者说你的灵魂其实是非常可爱、轻灵的。但是未来你将会有潜力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者，你会领导这片森林，你会领导精灵，你会领导你需要去，可以说，热爱的，然后你需要去探索的一切。所以我看到你们非常具有灵性和灵性背后温和的智慧。这张牌也代表了，当你们去做事业、做学业，当你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的使命是什么，不要忘记你的初心是什么啊！你将会在你的初心的基础之上，发挥出你能量的极致，甚至是超常发挥。所以是你的，如果这个机会，如果这条道路是你的，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在最近这个阶段感觉到渐渐走得通，也渐渐的被承认、被肯定了。因为你们已经被加冕，所以周围有人看到你们，你们开始去吸引更多的光和能量了。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啊，你们需要为自己发声，你们需要肯定自己，然后你们需要相信自己啊，那个能量是非常不错。在星座上，我们看到有水象、有土象，有处女座 ，OK。然后这边有双鱼座、水瓶座、巨蟹座，星座只是一个参考。好，下面我们最后看一下啊，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在上半月，我们看到这个 day moon， 白日的月光啊，就是我们在蓝蓝天空上，可能下午的时候吧，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月亮。这个代表什么 ？Love， 去爱呀。这2张牌有没有？哎呦，能量有没有很吻合？好可爱的一张牌哦，很灵动啊，然后它弹跳了起来，这代表了什么？你们的心是雀跃的。第1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具有非常强烈的跟动物和大地进行连接和感受的能力啊！你的周围有很多小蝴蝶啊，都是你的灵感，都是你的小精灵。去爱吧，然后去爱，你将会是。首先是安全的，再者就是你将是吸引的，你是吸引其他的周围一切能量到来的。去爱一些朋友是我们刚刚讲感情嘛，有可能这个感情里边也涉及到一定的救赎啊。去爱，爱就是爱，爱本身就是单纯的，所以其他的一些复杂的情怀、复杂的事项，反而可以把它放到第2、第3甚至第4位，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要去显化和领导的是什么，这是你在决定的。所以将这个牌送给第1副组牌的朋友啊，满月将在我们的月尾发生啊，应该是9月20号前后啊。也可以查一下9月的这个满月，有可能大家在情感上和情绪上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以及圆满，有可能一些情感的事件也将会在满月的前后解决。但是我们的前2周呢是新月的时间呢，所以在当下呢，有可能一些事情还在卡住，给他一点时间。然后我看到这件事情你在担心的，你在关注的事情是由你决定的，因为 you are a good leader 啊，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者和领导者，你将会去领导整个的事件和磁场，显化出你想要去显化的状态。这并不是你小我的一种指挥，而是你遵循了爱。
宇宙在祝福大家，好吗？祝福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2个星期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解读到这里。处女座的朋友啊，太阳、月亮、上升、金星处女座特质的宝宝可以点开最后一则影片来看一下，生日月到来之时，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祝福。再次感恩跟大家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的第2副组牌，一颗白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是我们的9月上半运势。我们要看一下啊，在整体上，我们这个9月将会是怎样的一股能量？我们也要看一下，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健康等方面，这2个星期会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2组的朋友们。好，一颗白色水晶。首先我们依照惯例一起来看一下，大家选到这张或这一颗 Oracle 它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第2副牌的朋友 Inner Peace 大家可以看到一对锦鲤耶，然后正在莲花池里边，在有睡莲的池塘里边，慢慢的好遨游畅游，有没有一种很吉祥很安乐的感觉？好，这9月的前2周啊，1到15日，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找到你们的内在平和，找到你们的 inner peace。也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将会化解一些噩梦啊、睡眠不良好啊、精神紧张的这个焦虑性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水中的鱼啊，也包括睡莲的形象和能量，告诉了我们很多朋友啊，最近如果你们感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和紧张的话，反而在这2周是最佳的一个缓解时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能量是自愈的，可以自我疗愈。在自我疗愈的之前，我们要找到的是什么？或者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找到的是什么呢？找到我们的内在平和内在和平，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不和自己在发生冲突了，我们的内在冲击越来越少，我们再让自己越来越淡下来，静静的、慢慢的感受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一股爱和平衡。找到了这个 inner peace 我感觉到很多朋友，你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问题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的如鱼得水，更加的舒适畅然，也会非常的随性，非常的自然洒脱。两只锦鲤在这当中也代表了，首先大家是有贵人运的，这个人际关系资源运是非常畅通的。锦鲤也在中华当中代表我们的金钱运和好运嘛。那这一对锦鲤也代表了，其实在情感当中，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也会修复你们的情感关系，或者说你们是有人有灵魂相陪伴的，你们不是孤单的。这是一张很可爱的卡牌，我感觉到送给第2副牌的朋友首先让你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9月来了，一切已经不同以往了。如果之前我们的内心是因为这个各个行星不一定只是水星逆行哦，各个行星的逆行我们是炸裂的，然后我们是难忍的。那在当下这个阶段，宇宙会首先给我们一个清新疗愈剂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内在平和的同时，可以好好的安眠，好好的休整和调养一下。因为我们当下这个3维世界有可能在表面上在发生着也是一样一些变化呀，然后一些改变呢，其实在更高维度的世界呢，一些叠加的改变和冲击也正在调整。不过我看到在9月初，不管大家在哪一个维度参与了什么样的一些努力、一些苦力，或者说我们在努力做着一些什么，我认为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都得以时间来休养一下。好，有一些朋友也会有一种渐渐的如鱼得水的感觉。如果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你们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成长和变化的话，我觉得你们的适应力是非常不错的像水一般柔和，像水一般温柔，像水一般的接纳，这是我们阴阳嘛，太极当中OK， 这个阴面这个水的一面给予我们的最真实的疗愈和爱。好，那我们再从这个 Tarot 塔罗牌里边来看一下这个状态将会是如何的。我们看到的是Queen of Cups Emperor， 圣杯的王后，然后这边是宝剑的2号月亮 and King of Swords right， 这是宝剑国王好，宝剑的国王。Oh my god， 这个能量也太美好了吧。首先第2排的朋友
我们说这个 inner peace 出现的是圣杯王后，所以呢，你们的指导灵家族的守护灵啊，你们的祖先啊，你们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婆，总之呢，会有这个阴性能量在守护你们，所以你们的心呢会得到清凉，得到安心和舒适。而我看到当下你们在担心的，然后怀疑的，或者说奔波的一些事情，一定会在这2个星期得以解决。其实这个过程也在考验第2个牌的朋友，你们心中的可以说是恐惧啊，或者说心中的焦虑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你们在排除掉那些恐惧和焦虑，代表你在排毒。这个王后牌出现了，代表本身你们的生活是丰盛的、美满的、富足的，而且充满希望的。我看到你们呢会有一个远略，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人生，比如说当下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做什么样一些铺陈，不管是在身体上，在我们的身心情绪上，还是在我们长久的一个个人智慧的发展上，你们有可能都会在这个9月初期头脑清亮，并且呢看得更远，看得更深入。我们看到宝剑2号的逆位啊，这张卡牌也代表了有很多来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也将做出选择了。这个选择有可能是困扰在你们心中很久的，或者说我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等等啊。这个选择的背后其实代表了，这2张牌有没有长得一样啊？我们看到在选择的背后啊，本身我们传统的韦特牌应该是一轮弦月啊，在这个宝剑2的上方，这一套牌呢是满月，连接着我们这边有一个满月的信息啊。好，这个满月的信息在说什么？你们将会在9月的下半旬，虽然我们在看那个11到15号的能量嘛，你们将在这个9月20前后这个中秋节啊，我们这个满月中秋节，释放掉一些旧有的能量，释放掉你旧有的有可能是没有被疗愈过的啊莉莉丝的情节。因为我们这个月亮的背面我们要遮挡一下啊，我们看到的是莉莉丝的女神，好吗？有可能你的阴暗面啊，一个让你痛苦的面将会被释放掉了。有一些朋友就这个释放也代表了你将会落定你心中的，就是落下你心中的一块大石，不管这块石头是什么，压在你心中很久了。我觉得在这个9月初期，就是你去寻找到它、排解它的时候，凭着你的直觉，凭着你的感觉走。现在呢，并不是一个非得要让我们2元对立的时候。我们看到女神拿两把宝剑，有没有？我们不需要2元对立，相反的，这其实对你是一种更高级的保护。所以很多朋友啊，其实不做选择，或者说一些事情它在一个中性的阶段，一个 pending 的等待的阶段，它并不是一种漫长的拉扯，相反对你是一种最高的保护。这个保护代表了什么？首先一切将会以 OK 你有祖先和指导灵的保护和加持啊，以最好的方式走向你。第2点就是你也将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理，宝剑国王嘛，找到你生命当中的理性和智慧的存在，不再被月亮的假象所迷惑，不再被我们的阴暗面莉莉丝所迷惑。阴暗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累生累世啊，会聚集起来一些负面情绪啊，有的时候是委屈的，有的时候是报复的、愤恨的等等等等。我们不再被这一面所迷惑的时候，你会变成真正的国王或者是女王，会要升啊。所以其实这2周对于大家来讲也是比较重要的身心灵平衡的时间点。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将会恢复理智，为什么？因为第2组的朋友其实蛮多水象的啊，双鱼座、巨蟹座、天蝎座在这一种比较多恢复了理智，是离开了这个水星逆行，因为毕竟现在海王星也在逆行嘛，就让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打结的甚至我们的思想转变也是非常快的。不过在这2个星期你将会重新定下来，或你周围的人也将不再去散布太多迷惑性的信息和情绪，你们将会清楚的感知什么是你们想要的，哪个方向是你们应该去的。我看到你们心灵深处有最重要的陪伴者其实是你的内心小孩，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他，好吗？然后一些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办理一些事务跟人的交流交往其实你们是非常走心的，然后我认为是非常顺利的。但同时这个过程，不管你跟什么样的人交流了什么，今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这个事件事业怎么办理，感情怎么交流，其实在另外的深层次，你在用新的方式去和谐，去仁爱，
然后你有可能再去释放掉旧的方式。所以我看到其实在最近你们的整体的氛围，这个雰囲気有很大的改变，就有可能穿着呀、气场啊有点不一样的变化。我认为是清澈了，你们身上出现清澈的气场了，好吗？这边呢，我看到在生活上、能量上、运势上也是比较好的啊，是受到保护和加持的。下面我们看一下感情方面啊，感情怎么样呢？我们第二组的朋友，这2周你的爱情运。好，第一张飞出来的啊，就是让 Starzy 马上可以看到的是一张 Seven of Wands， 那我们就用这张牌，权杖的7号，继续抽一下啊。好，这边出来的是国王的逆位 Emperor in Reverse， 这边国王和女王对着啊，诶，为什么？我们继续看一下 Ace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逆位的金币1号。好，我们再继续抽一下感情。第二组朋友的感情，飞出来2张，这张是 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牌，很威武啊。然后我们再看这张牌是什么 ？Eight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8号。好，有一种啊，就是说爆发的感觉。也就是说，其实在这2个星期里边啊，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呈现出一种在感情里边的，集合权势、集合能量，要跟对方呢好好去商谈、磋商一下，要去矫枉过正，把一些你看不惯的事情重新讨论一下这个状态。那如果是稳定关系啊，我们可以关注到，就是这个牌当中这个国王，他手上都是有权力的金球和金币的啊，有没有这个手的姿态很明显啊？好，能够感受到在情感里边，阳性能量比较在乎外人的眼光，也就是说爱面子啊，男人的面子、自尊心也不一定是男人的啊，我们女孩子也可以有啊，就是我们的面子和自尊心挂在哪里啊？这有的时候在爱情里边，它也会变成一个小我的课题啊。所以说，从这个牌里边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在这个月里边呢，其实2个人的心，我认为是在一起的。权杖7号和权杖骑士牌啊，其实是能量相似的，也就是说你们本身是非常相配的一对。我们在牌尾呢可以看到权杖王后，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你不是火的家族吗？火的家族啊，白羊座、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好吗？但是有可能在现实生活的一些选择判断上，你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些朋友呢，稳定关系里边会去硬碰硬的吵架，有可能你们要去把你们看到的，或者说你们心中不爽的点要去发挥，或者说表达出来，借题发挥也是有可能的。也有个别的朋友，其实你们打算分手，因为金币1的逆位代表我要把这个金币，我要把这个种子放下，一些朋友打算去放下，好吗？而我看到其实2个人的心态是向着对方的，也就是说你们其实在心灵的深处是彼此的灵魂家人，你们是懂彼此的，所以不管外在或者说你们的性情在表达出一个什么样的冲突和纷争，相反是让你们通过这个镜子看到自己。那在感情的发展上将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下，再补一张牌吧。宝剑8号的逆位背后是什么？ Five of Wands， 再补一张。好了，这边出现了2张王后牌和1张圣杯2，也就是说呢，有一些情侣，有一些这个OK couple 啊，你们该吵就吵吧，你们该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就表达出来，该坚持一阵子就坚持一阵子。因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也是你们的沟通，摩擦也是你们的沟通。所以在这2个星期里边，一些朋友你们会遇见那种沟通的机会，也有可能是吵架的机会，但是是把自己的压抑和委屈发泄出来，也是为自己的这个力量和尊严面子进行证明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稳定的关系也好，在这个形成了关系啊，比如说一些暧昧关系已经快要成型了，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冲突和矛盾。我看到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是非常闪耀，非常有自我决定能力，然后非常有魅力和固执的2个人啊，你们会产生同样的能量去对冲对方。所以这一对啊经理有没有？这对经理其实有的时候是会打架，这个经理有时候是会去
甩对方一下，用尾巴甩对方一下，但是没有关系。我看到其实你们之间最后是 Two of Cups， 也就是说是可以沟通交流和合作的，好吗？那如果是暧昧关系呢，一些或者说拉扯关系啊、断联关系，这个月是复联的 ，OK， 这2个星期是复联的，然后对方是可以主动的。当然我觉得谁主动没有关系啊，你们的复联有可能还会引起一轮争吵，但是争吵也是你们的一个解药，也是你们非常好的一个不管是发泄还是沟通的方式就对了。那在这2个星期里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一部分的朋友，你自己本人的莉莉丝，就是你内心的小孩，你内心的压抑是需要发泄的。所以我们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就3次，有可能会反复的在某一些关系里边去寻找自己，或者说遇见冲突，我们会去正面对刚啊，正面对刚这个冲突。也有可能我们会一个人委屈的去消化，但是在这个牌里边看到都是权杖嘛。这个月的前2周我们不承受委屈的，我们是让情绪流通的，它流过来了，那我们就承接它，我们也去释放它。当然了是不给对方造成伤害的基础之上啊。对，这个我觉得可以是意念上的，但如果变成武力值了，看起来就比较大的一个冲突，好吧？那我觉得其实对于第2组的朋友来说呢，圣杯2就你们的冲突其实也是化解你们矛盾的最好方式，所以你们可以坚持，你们也可以去试着跟对方沟通，你们也可以试着用你们的道理去跟对方连接一下。那我认为在这2个星期里边应该是可以疏通开来的，好吧？OK， 那如果是在有些朋友会说我的关系蛮稳定的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有可能体现出来的是你会觉得对方有的时候忽略了你，有可能他最近关注自己的事业，关注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比较多一些，所以这种忽略也是你们受不了的，这个也是要沟通一下。总之呢，沟通是非常好的一个桥梁和方式啦，而且也会让第2副牌的朋友的那种不安全感和怨怼感渐渐消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在这一组里边啊，这个月是有桃花的，但这个月里边啊，金币4的逆位呀。金币4的逆位代表了你们是需要走出去才能有桃花。比如说你的生活2点一线、3点一线啊，在工作、在生活、在学校，有可能要参加一些新的活动，有可能要走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我看到有人对你们是非常好奇和感兴趣的，但是你们有可能是琐事缠身，就是一些朋友可能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家庭等等有很多问题，所以这个月份里边呢，我看到前2个星期勉强在周末或你们有时间的情况底下可以出去走一走，这个会给你们带来什么？身心灵的一种释放。不管我们要不要出去交友，我们要不要出去展现自己，你们也都会去找回新的自己。因此在一个环境闷久了的朋友啊，比如最近一直在工作啊，最近一直在做这些固定的事物啊等等，也会让你们出现情绪压力。在爱情里面我们看到情绪压力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你委屈了，你觉得对方他有可能确实忽略掉对于你的帮助和对于你的保护，甚至给予上是吝啬的。那我们在这边呢 Four of Cups The Hermit 隐士牌的逆位，沟通啊 Six of Swords 我们要讲出来才可以。如果是一直闷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可能只能远远的看着这艘船吧，对不对？这边我们这个圣杯4号有没有船在上面，然后这边呢是宝剑6号，就是2个人要乘船一起去度过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管你们的委屈点在哪里，你们需要去沟通一下，然后沟通会给你们带来天使一般的灵感，让2个人仿佛又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去追寻这段感情。我觉得这有种余情未了啊。一些朋友如果在分手的边缘，其实你们在用分手的方式相互去试探和理解彼此罢了。好，感情上我们看到这里啊，就是比较活色生香的有声有色的一个情感发展状态。那大家呢千万不要忘记了去照顾和疗养好你们的情绪，这是最重要的，好吗？然后我们看感情上的神谕卡，抽到的是14号 Forgiveness。然后我们看这个牌什么 I forgive myself, I am forgiven。 OK， 我原谅我自己，我是被原谅的。所以这个里边其实是2股能量哈，原谅和被原谅。
这个原谅的内在核心是什么？来稳定我们的海底轮，让我们真正的理解如何无条件的爱自己，好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月份里边呢，通过亲密关系，这个我认为是镜面了啊，一些朋友你在镜面对方的感受。如果你觉得今天是暴怒的，有可能两个人没有联络，对方也是暴怒的。有可能你今天是感觉消极的，对方身上多少透出一些消极的信号，但是千万不要只惊叹于哇，我们是一对镜子啊。有些朋友是 Twin Flame 来到这一组，有些朋友是镜面的灵魂伴侣等等。我们不只是惊艳于这个状态，而是在这个状态里边找到我们需要去摸索的是什么。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一面镜子啊，我们看到两只可爱的锦鲤，他就是你，你就是他的话，是不是他身上你看到的一些黑暗面、消极面，你最讨厌的一面，是你需要在内心中释放的。不是说你要改什么，而是你无条件的去原谅自己也有这样的一面。好，也有一些朋友你要原谅你过去的伴侣，比如说前任啊，比如说前面的一些感情经历，在最近这2个星期是放下的。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已经很好的放下了，而且在放下的过程里边，你们甚至找到了自己更高程度的丰盛。天使在保护你们，然后也哇，这个状态非常值得称赞。然后 Sassy 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抱抱，然后因为你们辛苦了，而且你们做到了，好吧 OK， 这是感情上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事业上，我们的财运上怎么样？我们继续洗牌好了。我们牌飞出来很多，这边是权杖6号、吊人牌、太阳和圣杯2，我们其他的牌再洗一下。我们要不要遮挡一下？太阳，好。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国王啊，然后是金币的啊 ，sorry， 王后，金币的王后，好吧 ，OK。事业上能量很好，很强的，所以第2排的朋友，你们有很强的贵人运，你们有很强的合作运，并且呢，有一些还是一样啊，之前拖住的事情，在整个2周，就是可以说是画上尾声，或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并且是你想要的方向。有很多朋友最近的合作啊、沟通啊，你们在感受上都是非常良好的。我认为，如果在工作的朋友，你们的长官对你们的感受也是非常不错，觉得你们仿佛在超常发挥，然后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有更多朋友最近在考虑跳槽啊、副业和转职的问题，这个完全可以提上日程啊。在未来的这个半年里边，有很多第2排的朋友，你们在挑战一个更高的高度。当你过了一个关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的格局和气场打开来一层，那我们当然可以去拥有和适应更好的。然后在这个月当中争取合作和争取一些个人的表达表现都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你们是稳稳的，这边是稳稳的，所以没有意外这2个星期一切事情都会顺利的去发生，以你们所想的方式。这个其实牌也非常的应和我们的水星逆行结束了。结束了之后，一切都回归到了正轨和正位上，我们的沟通和表达也非常的顺遂，我们和周围人的共感也重新变得通融了、融合了，也变得融洽了。一些朋友，这金币王后代表你们是有财运的，也是有贵人运的。那如果是在独自创业做老板的朋友啊，或者说做副业的朋友嘛，这2个星期当中是会有不错的订单出现，然后你们是被肯定的。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皇后牌、宝剑国王、圣杯王后，就是你们其实在被多方能量、多方的势力所肯定。比如说不一样的天使啊，不一样的指导灵家族和军团啊，你们被多方肯定。也就是说，其实呢，得道者多助啊。当你们到了一个顺应大道、顺应天道，而且在合理的去做出人生铺陈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助力会来到你们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如鱼而得水嘛，你们的内在也会变得更加平和，心量也会扩宽和打开。那在这2个星期当中，大家财运怎么样？有些朋友开心的时候，金币4的逆位，你们反而是喜欢花钱的，但是不必担心，这是一个好的 sign。这代表了什么？
Wheel of Fortune in reverse 啊，逆位的命运之轮牌。我们看到这边是星星牌啊。当然了，你再通过这个方式转运，有些朋友可能是断舍离掉了一些什么，有可能一些朋友是购入了一些新的科技产品啊，或者说你们打算去换一套衣装，你们打算去用一个新的方法，或换一个发型啊，等等，换一个饰品等等啊。总之，最近你们的气场也是在转换中的。然后最近如果是有开销，包含了投资，包含了你们要去做的一些开销等等，其实是通过这个金钱能量帮助你把这个命运之轮给盘回来。所以其实这个转运在当下这个9月到明年的2月至3月期间，每个朋友不一样的时间段会顺次发生。好，一些朋友你们的长久的这种计划呀，比如说特别是跟网络、跟远方，然后跟新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展示相关联的啊，文化类的等等，教育类的都是非常容易扩展出来，所以在未来你们将会得到还是一样有贵人会出现，而且多方贵人会出现，你们其实是被关注的。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做 social media， 你们在做自媒体啊 SNS 之类的，然后最近我觉得你们虽然说一个人在做，或者说你们团队在做压力大，但是啊，最近的任何投入，包含了一些朋友衣食住行，一些朋友可能要是额外的一些花销，这都代表了你在为自己的未来加码，好吗？当然是跟着你们的感觉和生活的计划来去规整这些，这都是顺向的正向的安排，好吧？好的，这个是在我们的财运方面啊，这第二副牌的朋友的财运是不错的，而且呢，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是多方得财，就是你们有可能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资产的运营啊等等，你们也在找这些机会啊，这些机会呢也会被你们找到和突破。事业上是一种稳住就是赢，好吧？第二副牌朋友。这边我们非常金币1号，你们的创业也是成功的，而且稳住就是赢啊。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些朋友会说我吊人牌嘛，我被吊得很累就是我很辛苦还是一样啊，起码这2个星期稳住会赢，好吧？我们有可能会扭转我们未来的整体能量。再看看学生朋友啊，最近怎么样 ？Knight of Wands。这是真正的 King of Swords， 这边是 Queen of Swords， 宝剑王后啊。不好意思啊，是要分辨一下啊。我知道卡牌很瑰丽啊，就是它的叙述方式啊也非常的特别，有正反面嘛。好，我们看到的是宝剑国王的逆位，这边我们看到力量牌的逆位。这张金币4总是要飞出来，我们把金币4张卡牌拿出来啊。这也代表了你的祖先对于你的一种保护，你们在一个能量场当中被保护着。学生朋友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觉得有点，也可以说这2个星期啊，从上个星期有可能水星逆行就已经延续下来了，不在状态的。所以说有可能有一些课业，有一些固定的东西你们必须要做完，但是你们无心去做啊。从这个牌里边能够感受到，其实你们是累了，身心都累了，所以呢。我们是需要一定的充电，那这个充电呢，不管是我们去休假呀、休息啊，还是说去跟朋友、去跟家人啊一起动一动、改变一下，都会让你们的心态发生一些转换，正向的转换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在最近2个星期是不为难自己的。如果有一些项目非完成不可，那我们呢就把过去的积累拿出来，然后我们把它，在这两个星期当中做平衡。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不求一个完美完善的结果，但如果一些朋友你们要得到的是结果的话，结果一定会出现的。而且一些朋友其实这个结果还蛮好的，意想以外的好结果。所以有些朋友会说，哇，那我的论文就这样交上去，那我的数据这样交上去，怎么样之类的。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信号出现 ，Ace of Swords，Eight of Wands。and Page of Pentacles 有可能会反攻，有可能会要再做一下下，但对于你们来说呢，现在把它就在一个 deadline 或在一个你需要完成的时候去完成，未尝不是一个方式。你们可以在一个能量的节点之后，比如说宝剑10已经到了你最累的、最辛苦的时候，
OK 结束，然后呢，下一次如果再重新返工也好，重新我们该做也好，它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是能量的一个收啊，所以最近是收能量的时候。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不管是体育运动啊还是活动啊，最近有可能需要少做一点，因为精力有点不够。还有一些朋友在这里如果要考试的话呢，你们要注意一下你们个人的状态的调节。如果你们的状态和精力是好的，结果可以反转；如果状态和精力是不好的，那我们有可能呢需要通过下一次，好吧？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种心理压力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做的足够好，只是说在这个力量出现逆位的时候，这个水逆的阴影期和影响期还会覆盖一段段的时间，然后你们需要让自己呢稳定和调整，这样才能够呢逆转当下这个形势。然后我们其实只要静静的inner peace， 保持我们内心的和谐，局势自然而然就为我们逆转了，我们不需要多做更多，好吧？好，这边呢我们看一下星座有水象风象的巨蟹、双鱼、天蝎，然后水瓶、双子、天平、摩羯。好，星座是一个参考然后感觉就是风水象是比较强的，也跟大家的太阳上升和月亮相关联，好吗？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宇宙在这个事业上，或者说我们的学业成长上给我们什么建议。我们抽的是13号，这边我们排是14号。OK Bake magic cookies. I can give good things to myself and others. 我可以给我自己非常好的能量也可以给周围的人。就是这个能量其实代表了什么？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要去做一些自己给自己做一些料理，不一定要华丽但是你们需要通过自我关爱，比如说我们去承接一杯水，我们去在今天吃一个巧克力也可以你们需要把这个食物灌注以爱的能量，然后以这个方式呢也可以去 share 给周围的人，这其实也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方式，也是一个爱的法术，可以让你呢能够将能量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你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美丽的东西，你们也可以让这个世界体验这些美丽，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存在。所以我认为第二个牌的朋友如果你们在比较忙碌的时候缺少对自我的关爱，千万不要忘了做自己最喜欢吃的，做菜也可以我们做点心也可以，然后我们做一杯饮料，做一杯茶都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忘记了把你的爱投入到这个食物和这个水这个饮品当中，然后呢美美的开心的饮用它，食用它。你要告诉自己你值得，而且你可以拥有这个能力给予你自己最好的，这个里边是关注和爱以及奖励，并且呢也可以去 share 给周围的人，好吗？有一些朋友可以去布施布施，比如说去喂喂小鱼然后去喂喂蚂蚁然后当然了，在这个比如说环境保护组织和这个情况允许的条件底下，我们可以为自然的生灵去做一些什么，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很特别的一张卡牌有没有？一些朋友你们要不要吃个点心，吃个巧克力点心之类的？对，宇宙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关爱大家。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我们抽到的神谕卡。OK， 在整个的这2个星期里边能量上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好，我们看到的这个能量是 Moonlight。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月光，满月的月光然后 Enchanted。OK， 施法。好，施法，我们施法是什么法呀？这边已经告诉了我们生活的美丽的小加法就是给我们生活增添更多的喜悦和丰盛感。这个是女王牌这边是皇后皇后牌和圣杯王后要带给你，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如果是男生朋友来到这一组也是一样的，你们要为生活去施更多的增添魅力，增添感染力，增添丰盛感的法术，就从小小的点心开始，或者就从小小的我们的衣食住行开始。
好，我们的生活啊，可以说我们整个的生命其实本身它就是一场魔法。我们本身呢也是在通过啊跟很多个体，比如说这边我们看到很大的月亮，你们和满月的连接非常强，所以当我们这个满月出现，也是我们的中秋节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通过跟满月的连接去强调你们内心的丰盛感，去排除它负面的压力、失落和愤恨。OK， 你可以给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你可以给予自己，也可以给予周围的人，你是丰盛和无穷尽的。好，所以把这个魔法呢送给大家。我相信第二副组牌朋友在未来2个星期啊，你们的变化应该是比较大的。那我看到这个变化也会让周围的人所惊艳和赞叹。有的时候变化只是瞬间展开，并且可以波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啊，各个层面、各个维度的人生。因为我们在3维活一个人生，有可能在其他维度活的也是其他的样子的灵魂的状态。我相信呢，只要找到了内在的平衡啊，你们会发现这个生命你会重新喜爱它。如果一些朋友你们会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焦虑啊、紧张、痛苦，或者说已经有点出离心了啊，就是我有点厌世了，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要重新回归到烟火气的生活，烟火气的生活才能够让你成为你，好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找回你自己的阶段。那我相信宇宙在帮助你去看到你身上的美和善，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稳，好吗？未来这2个星期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那处女座的朋友啊，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处女特质的朋友可以点开最后一则影片来看一下，在生日月到来之时，未来1年度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希望可以帮助到、祝福到大家。再次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虎眼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抄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9月上半运势，我们要看一下1到15日我们的整体运势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等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一颗 Tiger Eye， 我们的虎眼石啊，依照惯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什么样的能量啊 ？Purity， 哦，好可爱，就是软软的。然后我也看到这个雪湖的上面还有一些雪花啊，然后正在洒落在我们的白雪丛林当中。第3组的朋友啊，我们可以看到异瞳的白色的雪湖。首先呢，你们是洞悉世事，眼睛里绝对不会有沙子的一群人。我看到你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世间可以说非常透明、非常真实的一面，而且任何的事情在你们眼前藏不住的。所以在未来2个星期，有可能一些事实就会摆在和浮出水面，这是你们会想就跟我想的一样，跟我预测的原来是一样的。Yes， 你们有这样的预知和感受能力。我们在这个异瞳的2个颜色啊，紫色和绿色当中也有一种道法自然的感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跟道家呀、跟佛家有一些渊源，好吗？这边有雪花飘下来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内心里边非常纯的一群朋友。而且在这2个星期里边呢，你们的这个7窍玲珑心啊，那个心若比干多一窍的感觉，会真正的指引你们去得到更高度的智慧，并且也会指引你们去洞悉事件的一些真相，洞悉世事的转换。我觉得其实第3组的朋友，你们会有一种让自己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感觉，所以有一些事情的发展呢，应该在你们的掌控当中。这2个星期里边，我觉得你们会去了解和搞透一些事情，比如说是办理一些事情啊，或者说工作上的事务上的一些交接，你们其实也会去理解到自己的心和人心是什么样的。这个理解的心，就是理解一个事情的本质啊。我们从更高的维度去穿越了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疑云和迷障，来看到这个3维是如何的。所以有可能在未来2个星期当中呢，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也比较犀利，你们也是比较直接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湖的这个形象也有一定的狩猎者的状态，有可能你们有一个目标会直接去冲，然后你们其实是主次分明的，然后你们其实是内外统合的，因为白湖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
潜意识啊，我们的 intuition 啊，我们的这个直觉能力等等，也代表了一定的本能啊，动物性的本能。本能是什么？我们衣食住行，我们在天地之间寻求我们自己的自然变化。好，第三号牌的朋友能量其实很棒我们再看一下啊，整体运势第一张就是 The Sun 太阳牌 ，OK。Beautiful，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 ，Knight of Swords 宝剑9号的逆位。我们在整个的9月上半旬啊，上半整体能量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继续抽一下。好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哇！我们再抽一张啊，好，这张牌要飞出来 ，The Emperor 国王牌要飞出来哦。OK， 哇！第三组的朋友啊，胜利，我给大家2个字，胜利，好不好？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啊，所以在最近做什么都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的。那我觉得你们在最近有一种一展宏图大志的感觉，有可能你们真正打开自己的心啊，让你们内心小孩跑出来了，也让你们的有可能是对于这个生命的欲望、意愿和企图，也包括野心，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这样的状态啊，不再压抑自我，反而是一种能量的自然统合和合一。所以有些朋友最近你们会有一些好的运势，出差、升职、加薪。到新的业界，甚至是一展宏图啊，有这样的感觉。然后9月的前2周呢，也是让第3副牌的朋友非常开心的2周。你们会发现之前卡住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你担心、懊恼和恐惧的问题被解决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就像乌云散去了，然后太阳升起之后啊，你们会高高兴兴的重新走回你的花园，走回你的领地，拿回属于你的。有没有一种霸道总裁归来的感觉啊？当然我觉得阴性能量的朋友啊，比如说女孩子来选到这一组，我也认为其实你们会在这2个星期当中沐浴足够的阳光，来充足你们的太阳神经丛，所以你们也会有一种斗志盎然，然后对待这个生命力是生机勃勃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在最近这2个星期大家的出行运比较好，也要多接触自然花卉和草地，你们会发现这个日之精华就是在这个太阳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能量要给到你们，让你们可以进行一个能量的统合。整个在第3组里边呢，就是在未来的这2个星期里边，也会要去见一些长辈啊，要去到一些机关办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全部都可以顺利的摆平。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你们希望的是什么？你们愿望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忘记了，在整个的这个组牌当中出现了权杖3在正中间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遵循你内心小孩最初的最真实的愿望，并且在当下是一个可以启程的时间，可以一跃而起的时间。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也有不少朋友你们将会得到那种奖励、赞许、祝福、肯定等等啊，有人为你们鼓掌。有可能呢，也有一些朋友是遇见了贵人和遇见了一些比较，比如说组织啊，行业当中比较优秀的、有积累经验的人士，给你们一个比较不错的前景描述。有些朋友有可能会入职，有些朋友有可能会发现在某一个行业当中出现了契机。在心情如此开朗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在情绪上，在感情上，反而你们也是比较洒脱、比较怅然的，也是比较敢爱敢恨的。所以在整体的能量上来讲啊，这2个星期里边你们是老大，好吗？好，这个能量很可爱，很特别。那我们看一下感情啊，从这个上面的星座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火象嘛，狮子座、牡羊座、射手座，这边要看到一些金牛座的朋友在这一组。这边我们看到金币国王嘛。好，感情啊，我们先看感情，金币6。OK， Ten of Swords 宝剑10号的逆位，月亮的逆位，我们的感情牌飞了，我们的感情牌飞了一地哦，有可能大家有一些情绪要宣泄一下。anyways， 我们再抽一张好吗？看一下我们的感情在这个2个星期是怎么样的哦。好，出现了 Page of Pentacles。
第三组的朋友其实是很实际的一组，其实你们理解自己在这个三维世界正在做的和需求的是什么，你们在意在爱情当中的平衡感，就是给和收，也包括两个人的身份呐、地位啊、年龄状态啊，是不是在差不多的层级。有可能一些朋友是比如说年下恋情啊，或者说有一定目标偏差的这个感情，比如说他的目标是比如说到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度去奋斗，而我的目标是去发展我的财运，发展我的智慧等等啊，就是两个人的目标不一样，也会产生价值观的分歧。不过在这一组里边能够看到的是，其实你和你心中所想的人，以及你和你未来的感情对象啊，你们属于一个世界的人，只是能量层级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一个国王和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金币的王子，也可以说现在这个牌里边叙述的是一个金币的乞丐。为什么出现乞丐又出现国王呢？我认为在爱情里边，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一瞬间在被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国王和女王，不被爱的时候我们是破落的弃儿啊，这种感觉。我这个2个星期里面，你们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偏差感，天翻地覆的感觉。原因在于什么？有可能失联的人复联了，有可能那个需要在乎你，你非常需要得到情绪价值那个源头，那个人来爱你了。有可能你们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体会了什么是被爱，以及什么是爱，重新在爱情当中被肯定了。所以这组的朋友其实能量非常的有趣。那感情在整个2个星期怎么样啊？我觉得你们的付出会得到回馈啊，然后你们的痛点啊，宝剑9、宝剑10是有痛点的，有可能是在水星逆行的时候，或者说在满月的时候，我们这个痛点被可以说是把这个伤口揭开了，被展现在日光和月光底下了。但其实你们是一片完好的，因为有太阳和月亮2个能量的加持，你们属于阴阳重新平衡。所以说呢，在跟感情对象的沟通里边，我觉得会变得重新理智和踏实起来，生活也会回归到一个正轨上。如果在稳定关系的朋友呢，这个月份里边，如果之前没有遇见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上啊 OK 的话，我感觉到你们的基础建设也将会向着好的方向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稳固。也有些朋友会提到比如说未来的家庭状态，有些朋友会被给告白，给 offer， 比如说跟我在一起吧，嫁给我吧，我们结婚吧等等啊，这个是会有的。这要恭喜第3副组牌的朋友。也有不少朋友我觉得有一些礼物有可能将会送到你的手边，就当你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给我很大的能量，给我很大的关注的时候，反而你会得到一个惊喜哦。那在感情里边呢，也会出现一种重新的能量制衡。我觉得这个并不像讨价还价，而是2个人都是在一定高位的，你们可以相互给予。所以当这个月亮牌出现逆位的时候啊，之前担心、委屈和受伤的事件已经消失了，你们愿意重新的一点点的去修复这个感情。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之前吵架啦，暂时断联啦，暂时分手啦，这个月份啊前2个星期你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一切是安好的。我们总是看到金币牌啊，有可能第3组的朋友最近是比较在意金钱，在赚钱，然后你们有可能是商人，有可能你们再去做一些跟经济紧密连接的事物，让你们不得不关注到这个 part 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圣杯4出现的时候，代表了其实我们所担心的，我们所犹豫和纠结的，比如说之前我们讲过，比如说有身份上的不同，目标上的不同，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年龄和经历上的不同，这些不同其实根本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当圣杯4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灵魂只带给我们灵魂需要的课题和灵魂需要的经历罢了。如果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眼前，他一定是必须的，他一定有必备的，你们之间欠缺的一定是灵魂必须欠缺的，我们要越过这个课题啊。所以宝剑国王的逆位和圣杯4同时出现，代表了放弃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在内心变得重新的富足和丰盛，是金币9。我们可以拥有丰盛和富足的未来，我们2个人或者说我们这个连接这个 connection 可以变得更加的丰盛。我觉得这个地方啊9月初是会转念的，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在修复感情的时候也是在转心念，或者说你的感情对象他的心态转变了，他突然觉得那些重要的事情不再重要了。那这个
感情牌里边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同事关系啊，你们有可能有经济的连结关系啊，会让你们之间有一种能量的制衡。但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呢，前2周当中，很多朋友你们的这个制衡其实是正向的，让你们呢解不开这个连结的同时，也相互去关心和体恤对方。好，断联的朋友呢，我觉得会得到联络。那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是经济上的、事件办理上的问题出现卡住，那这2周是可以重新再去顺利下来的，顺行啊，顺行之后是被办理成功。那有些问题，我觉得是你们需要正向沟通吗？正向沟通和正向面对的，反而是宇宙给予了你们机会去面对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并不需要正向沟通，而是无条件的肯定和相信自己在爱和被爱。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双向重新奔赴的感觉。有不少朋友你遇见的其实是业力当中的重要伴侣，有可能他是你重要的灵魂家人或重要的一个对象。总之我看到在感情上其实有一种情啊越来越浓，而且呢2个人好像越来越理解了你们为什么而处在当下的一个状态。你们有可能在彼此学习，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是 Page of Wands and King of Wands 啊，学习啊，金币侍从学习金币国王，这边呢金币的权杖的侍从学习权杖的国王啊，金币的侍从学习金币的国王，这边我们也看到也一个从属关系出现。所以我感觉这个感情里边有一种力量的悬殊啊，有可能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年下的，或者说目前的身份地位和状态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连结和感情会出现在这一组命运在教会我们如何去打破3维的框架，同时去找到完美的相互制衡的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剧本。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在感情的忧虑当中的话，这是一个成长课，也让你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的具有目标和方向了。你们是可以拥有同样目标和方向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关系里边是需要一方领导另外一方啊，不管是阳性还是阴性能量。我觉得来到这一组牌，如果大家来看到这个大众占卜，也可能代表了你们需要让自己先丰盛去带领这个感情。好，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啊 Six of Cups， 有救人你们没有忘记啊，有救人的能量在圣杯的5、6、7号同时出现了。好，救人没有忘记和释怀，所以其实你们是闪耀的，然后有可能是被追逐的，或者说是被关注的，但是你们仿佛在驱赶这种关注。因此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沉浸在情绪里边，有可能这个情绪的释放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这2个星期啊。不过我觉得其实一些新的机会已经进来了。看一下第3组的朋友，不要怕爱情。好，不要怕爱情啊，不要去斩断爱情。爱情、友情、亲情，任何的情啊，其实它是一种自然的，我们作为一个人自然的一种发生和流露。当我们去截止一个东西的生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会从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发出别的枝芽，我们更难去处理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有爱情，因为这边出现 lovers， 你有爱情，但是你会躲这有可能跟之前的很多的这个事件连接在一起。但这2个星期是你重新建立太阳神经丛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你不再去怕，当你去看破了情的幻影，有可能是爱，有可能是被爱，有可能是不被爱，有可能是挫折失败，有可能是孤独，这些都是幻影罢了。当你去看破这些幻影，你可以拥有非常健康的爱情，好吗？这给单身的朋友。所以最近如果还在这个 web 里边的朋友啊，如果还是这样的一个波动，有可能你会吸引到一些对象，但是无法跟你完全公平。如果你的能量是在一个健康状态，我相信你们将会遇见非常优秀以及让你由心往外快乐的对象。好，这是健康感情的一个种子，好吧？在感情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Oracle 在告诉我们什么，就34号啊 Spiritual Maturity， 精神上的、灵魂上的成熟。所以这张牌我觉得蛮好啊，因为这个 Maturity 这个词汇很不错，成熟。2个人唯有成熟，有可能是金币国王配这个金币的权杖的国王啊，这2个国王或这个2个女王，国王配女王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个牌里边有没有像权杖的女王和金币的国王走在一起啊？有可能一些朋友是土象配火象啊。好，星座上土象星座也比较多，我们刚刚提到火象了，这边土象也有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啊，还有双鱼座在这一组里边。2个人要一起成熟，才能够
跨越重重的弯绕，到达精神的高度。好，所以这个人是陪伴你成长的灵魂伴侣，也是精神上去督促你成长的人。有些朋友会说他没有陪伴我，我一直都是蛮孤独的。其实他的存在啊，已经是对于你的一种可以说是参照，也是可以让你去往这条路上努力前行几步的人。所以我认为在精神上其实你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在灵魂上你们是相互陪伴的。然后我看到最近一些朋友你们确实成熟了，因为已经出现国王牌了。成熟的标志就是无论是在经济上，无论是在情感上，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调整上，我们个人的身心灵能量健康状态上，都在往一个更好的方向，更好的指标去可以说是使命必达。而且很多朋友你们是有人生使命的，在事业上是非常亨通的，好吗？这是在感情上啊。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洗牌，看一下我们的事业运、财运是怎么样的啊？第一张就恋人牌，有没有 ？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的逆位，权杖的王后，我们的牌差不多，有没有啊？对，其实能量上是统合的，只是这个信息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些分析，然后进行一些传达，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三组能量啊，这个宝剑4号 Four of Swords，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Two of Pentacles。有些朋友最近遇见了这个选择吗？就工作上、事业上的选择，或者说你们是有副业的吗？上天想要让你合作啊，所以说你们最近会有一些合作运出现啊，或者说在稳定的工作里边呢，这个是其他人对于你的关注、赞许以及想要和你合作这个期待值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其实在最近的事业上发展很好，但是还是一样啊，宝剑4代表了你们心中有一种佛系，你们心中有可能也有一种恐惧和一丝顾虑，这个顾虑有可能让你没有办法大展拳脚。我们看一下这个顾虑是什么啊？金币2号，好，这边飞出来了2张牌 Eight of Swords and Fool。 我理解了，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怕这一招失败了，然后我们之前所建立的一切地基都不见了，我们怕重新的回到最初啊，比如说我一无所有啊，我难道要离开这间公司，或者说我要关掉这间企业吗？不会的啊。我觉得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一种天然的创造力和吸引力，其实你们可以将很多不同的人事物融合在一起，是通过你们的个人魅力的，所以其实你们的合作运势和创造运势是非常强烈的，你们有非常强的存在感，所以在最近这2个星期的事业运里边啊，反而是减少这种顾虑啊，然后我们呢在行动上要进行一个比较大的配合。为什么？因为宇宙在让大家合作，在让大家向前，在让大家去展示自己，而在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的顾虑会阻止你的脚步，就说我要不要走出去，会不会走出去会风起云涌的，或者说会遇见暴风雨呢？不会。这边我们看到两个狮子的形象在这儿啊，命运这轮牌代表了最近其实是你们在事业上的一个转运的阶段，过去有可能是6月之前，有可能是2-3个月之前的状态被卡住了，没有很好，或者你做的一些事情没有得到周围的赞赏啊，或者说支持，但再试一次未尝不可，因为你将会拥有机会去展现自己，并且一些朋友是升职加薪的。那在这个我们的个人创业和事业上也是一样的啊，有可能一些朋友是一个人很难去支撑好一个事业，但其实你的魅力已经足以让这个事业开始了，我看到种子已经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最近的一些事业或者说项目的发展上也是转运的，有可能呢一次性会出现2个选择，或一些朋友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出现2个 offer， 你们可以进行选择。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你们选择的是位置更高，就是 title 吧，有可能是地位更高，或者说发展前景更明亮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好，当命运这轮的正位出现的时候啊，很多天使在为你们吹响号角，所以最近也是一个大家转换能量的最好时期。然后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一边在工作一边在考虑着要不要转职呢，要不要寻找新的机会呢。 Eight of Cups and Knight of Swords， 你这边飞出2张牌啊，时间呢有可能还没有到，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一朝行动，你们会
接近成功，会非常快。但是当下这个时间啊，现在是8月尾到9月嘛，我们看的是9月运势哦。OK，我看到这个时间点有可能要到年尾，也就是说未来3个月这一个季度里边，大家呢是一边自我发展，一边积极寻找机会。这个让你眼前一亮的机会，有可能在3个月当中出现。你也会结束掉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纠结。有不少的朋友，我认为你们其实已经跨入了新的旅途，新的旅途里边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可以让你去展示的。有些朋友是眼花缭乱的，不知道去挑哪一个的。好，在个人的事业发展上你们要相信你们的魅力，而不被什么困住呢？不被欲望以及周围人的言语和霸凌所困住。这边有一张宝剑5号比如说周围的人说，你有可能做不到这样做等等会失败等等等等的。这边是恶魔牌配 Five of Swords， 也就是一些朋友有可能你周遭的家人你周遭的亲密的人爱你的人甚至是愿意给出你意见的人，会给你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需要什么？理智的去理解他们的言语和意图，所以不被周围的人所影响。我认为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目标明确，直接前进，不要弯绕，不然的话我们要弯绕3个月，又要1个季度在下一年的1月有可能遇见机会再开始。不过呢，我们快一点去行动，何乐而不为之呢？那在经济上我们看一下财富指数 Eight of Pentacles Tower。 一些朋友最近有可能会有一种就是紧张的感觉，或者说你们的花销是有的时候是比较大的，让你们觉得有一种过山车的感觉有可能我们要看到一些账单看到一些就是说缴费的记录等等吧。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号不过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有非常聪明的方式去计划你们的经济，而且这个地方要体现的是你们要有自己的办法。也就是说有可能有一些经济需要周转的部分，在这2个星期你们是可以周转成功的，或者是3个星期。如果说我们最近的财富运势怎么样， Eight of Cups，稳中向好，但是你们一定要稳。如果不稳的话，它就是一个让你们觉得非常波动的经济运势了。因为这边有好多圣杯，所以第3组的朋友在最近的不管是计划性的一些消费上，还是说跟家族有关联的一些事件上，你们有可能都可以寻找到机会让你们整个的这个经济能量继续向上，就是吸引这种丰盛，去体验这个丰盛的感受带给我们的愉悦和自信心。当你们的自信心就太阳轮打开的时候，你们将会拥有非常强的动能去吸引多个得财的机会。所以最近其实是一个你们在找感觉，找自己，并且去不断的进行一些小尝试的阶段。这2个星期给到大家，其实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是非常非常接近成功，无限接近成功，以及一些朋友成功过的，我们要再挑战下一次的成功所以会出现金币2这样的卡牌。祝福大家在这个个人运势上稳中得胜，好吗？下面看一下学生朋友是怎么样的圣杯3的逆位 Knight of Swords Two of Swords Seven of Pentacles。 还有一些朋友是一种顶着压力做的感觉就是最近的课业和一些计划。会有一些朋友你们现在在假期呢还是不错的，如果假期在9月结束了，我们在这2个星期要收心的话，有很多杂物需要你们在最近整理。然后我看到很多第3副牌的朋友是迎难而上了。那我们这边有多少积攒下来的这个事情，我们有可能就要耗费多少体能去一并完成它。我感觉有一种一次性完成的感觉，但结果怎么样结果是 OK 的，但是让自己比较累。所以有些朋友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们计划性的去做一些 schedule， 每天去做一些，有可能对于你们更好。当然了，如果我们就是冲了我们闭眼直冲，直接就把这个事情打通，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真的是要熬夜，要去完成一些课题和计划等等了。结果上有没有达到满意Temperance Queen of Swords
虽然说有那么一点点差强人意，但是这个命运之轮牌总是在第三组啊，每一个能量，我们看感情、看事业、看学业都会出现，所以你们有命运的加持，因此呢是可以过关的，无论是课业还是说我们的文章啊，还是我们的考试等等，比较容易突然过关，好吧？所以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在忙乱的去进行一些准备、处理，或者说积累啊，积累到有一天我的内心崩塌，我马上要去把它做完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一并完成。就是学生朋友的一个信息啊。我觉得首先你们是非常聪明的，再者就是你们想要充分的利用你们的时间，其实这也是充分利用时间的一个方法，只是说我们在身体上有一定的消耗啊。OK。那在学业上，我们看一下学业事业上的神谕卡 Oracle， 我们看的是 Be an Animal 4号牌，这个牌有没有很神奇啊？因为我们今天抽到的Tarot 塔罗牌里边全部都是这个狮子的信息啊，所以有很多狮子座的朋友啊，或者说在神圣大门8月8日我们这个 Lionsgate 狮子座大门打开那一天，你们有可能连接到了这个信号和信息。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I share my world with animals, which have all kinds of strengths. OK， 我跟这个世界去分享我的能量，这里边包含了我们的动物性。其实这个牌很有趣，我们每个人呢，看似我们是人，其实我们呢在多维度、多角度，我们是共生的。我们有可能做过狮子，我们有可能做过飞鸟，我们做过猩猩，我们做过太阳花，好吧？所以当我们去释放了我们动物的一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天然的天性会得以释放，这当中有你太阳轮的能量，所以这个时候你们的个性、你们的能量值、你们的个人魅力会达到巅峰。当然了，动物性也有不良好的一面，比如说残忍、嗜杀，比如说贪婪啊，比如说有一些淫性等等啊。但是呢 OK， 所有的力量也会在这当中被统合出来嘛。我们所说的这个动物性，我们要做一个野兽啊，我们要做一个野兽的这个意思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方式找到我们自信啊，就好像它是一颗种子，它是一颗星星，一束光，一朵莲花，这里边什么都有，我们要找到这个自信里边的力量感。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这个力量去迎战你们的人生，你们有这个力量去吸引一切的丰盛，你们完全可以去捍卫自己和保护你们想要保护的一切。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是自由的、天真的，你们不必被任何的事情所束缚。然后我觉得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一面野性，就这一面野性也是你们的野心啊。有的时候你们会收敛，有的时候你们会不喜欢他，然后有的时候呢，他又会给你们带来非常高的荣耀，你们又会非常的赞许他。首先接纳你们灵魂的任何一面，我们有任何的一面啊，每个人都有，每个灵魂都有我们众生和众灵魂都是平等的，一切的法性都在这当中集合着。所以呢，我们首先承认和喜爱这一面，再者就是在这个9月初期是你爆发的时刻了，所以你现在是像一只狮子王一样向前冲。所以当这个能量到达了你的心轮和太阳轮的时候，没有恐惧，我们只是去感受，因为你的感受已经是成功和丰盛的了，所以你是必胜的，好吗？必胜无疑而且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你的祖先的加持啊，阳性能量祖先的加持，我看到是火的国王好吗？给你们加持，所以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也是祖先的爱和意愿，也是你们 DNA 里边写上的。比如说你们是天赋遗传，或者说你们想要去打破生命的某一种困局，千万不要忘记了你的初心和你的本色在哪里啊。我相信其实你们是非常勇敢、特殊而有魅力的人，你们需要把这个魅力带给这个世界，这是你们和这个世界都需要的。好，最后再看一下我们星座刚刚介绍完了，看一下我们最后的一张神谕卡，月相卡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看到的是月之倒影The Moon's Reflection， 月之倒影，然后月亮在告诉我们什么 ？Accept responsibility， 你们要承接使命了，你们要承担责任和任务了。这几张牌有没有很像啊？连着我们这个国王牌有没有？好，也就是说一些朋友你们要成为国王或女王了，你们要做回国王或女王了。这个世界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朋友是事业上的，一些朋友是生活的
方方面面的展示上的，有可能是你热爱的事情，有可能是你的家族，有可能是你必须要去体现出来你的才能和天赋。总之，总有你要去深谋远虑的一面啊。当下我们去接收这个责任感，这个责任感也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挺拔高大，以及具有能量去号召和领导。我看到你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重要的上司，或者重要的使命下达者和传承者。有可能你也会去传承文化，你也会去传承智慧，不过这是写在你生命当中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在未来这2个星期，更多朋友会体验到它，甚至开始去运用它。当然啦，这个 responsibility 不是一种压力，我认为是你的天性使然的，好吗？所以释放你的天性。如果你的天性是神秘，如果你的天性是成长，如果你的天性是合作啊，这边有恋人牌，是合作和爱，也没有关系，去释放它。然后我看到你们正在就像太阳花一样，非常蓬勃的在向上展开你的枝叶，非常的美好。祝福第3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这2个星期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非常开心跟大家有今日的连结，祝福大家一切都好。那是处女座的朋友啊，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处女座特质的朋友，可以在最后一则影片中看到我们的新的一年的生日幸运锦囊。那在我们生日到来之际，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祝福和指引呢？会在这个锦囊当中为大家来揭晓。好的，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再次感恩跟大家的见面，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首先感恩以及祝福来到这一则影片的处女座宝贝们，生日快乐！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好运常伴，心想事成，一切顺利。那今天呢，我们的影片是通过卡牌来帮大家看一下，在生日到来的当下未来这一年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送给大家，希望可以通过卡牌连接大家，也传递宇宙的祝福信号。好，处女座的宝贝们啊，首先在我们生日的到来的时候啊，宇宙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从第1张 Oracle 来看起，我们看到是31号 Trust 信任啊，宇宙让所有的宝贝们相信你是安全的，你是被保护的，你在爱当中信任。而且这一份坚韧呢，会帮助您在未来任何一个困难或任何一个障碍面前迅速的化解，让奇迹出现在您的生命当中。所以这张 Trust 代表了您对待自我的我们对待自我这个体验、认知和感受是怎么样的。那我相信呢，在当下这个信任的种子已经种在你们的心田，并且开始扎稳它的根基。你们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相信你们的感受，相信你们是值得的，也相信你们的圆融，相信你们未来的通达。那在这张牌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宇宙希望你们是有安全感和有被保护的感觉的。有可能在当下这个阶段，不少处女座的宝贝们感受到有一点失措，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无法信任，甚至有的时候会更多的去寻求，或者说依赖外界的事物给予我们这一方面安全的感知。其实你本身就是安全的，好吗？这个31号代表你本自具足的这个意思哦。 OK， 那我们看到第2张这个 Oracle OK， Meandering Pathway Flow，曲折的小路但是通向了森林的深处，通向了我们精神的彼岸。这个是24号。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处女座在塔罗牌当中是 Hermit 隐士牌我们这边看到一个隐士的森林之王正在为你们照亮方向。虽然说这边有一个羊肠小路，它不是所谓的康庄大道，但是呢却神秘的通向了你们灵魂的和你们追求的最高的方向。所以这个 flow 代表了要随着感觉走，随着安排走，这一切将会被安排好。所以在未来这个年度当中有不少处女座的宝贝，你们会更加遵循心灵深处的声音，你们会更加信任你们内心的声音，并且你们会信任你们是安全的。那我看到你们的祖先呢，在给你们指引一些方向，也有不少处女座的宝贝好像最近正在去选择你们未来的道路，选择你们未来的发展前景。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迷障会有一些
多重的选项在你们的眼前，让你们有一点点的感慨，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要怎么去整理才是最好的？其实你们的心已经告诉了你们所有的答案啊，所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你是安全的。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好，这边是 Ace of Wands in Reverse 权杖1号的逆位。我们有很多牌都是跟这个权杖和这个手杖有关系的啊。这边我们有一张，这边呢我们也有一张，一会儿我们会一起来解读一下这张卡牌，好吗？权杖1的逆位，宝剑3号。最近大家怎么了 ？Princess of Cups 圣杯侍从的逆位。看看啊，我们这份礼物是什么呢？好 ，Five of Cups。圣杯5号的正位，看一下啊 ，Death 死神牌，大家不要担心啊，因为这是一份礼物，所以呢，我们把所有的卡牌抽好之后，我们会一同分析这个能量是如何的。好 ，Four of Pentacles， 这边是 Prince of Swords 宝剑王子的逆位。Queen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王后，这边我们出现的是 High Priestess 逆位。好啊，介于当下，土星正在我们的这个双鱼啊，停留到2026年的2月。那这个土星停留在双鱼的1宫，又停留在我们处女座宝贝的7宫。这个7宫其实是亲密关系，1对1的情感，也代表了你们长期而持久的亲密关系，比如说你的亲密的客户啊，你长久的大客户，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你长久交往的友人、团队等等。我认为在土星出现在你们的7宫的时候，这一个年度你们遇见的翻转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处女座的宝贝有一点应接不暇，内心其实是失落且确实在寻求安全感的。不过这一份礼物其实比较特别，是宇宙给予你们的保护啊。首先在趋吉避凶，也就是说你生命当中有可能有一些让你产生非理性的想法，让你的思想和感受混乱的人，我认为这些人正在被清除。所以这个牌代表了，反而在我们就进入生日月开始，我们是少动的，我们是圣杯5号嘛，可以停留在你的感受里边，但是不要沉溺于它，更多的是让宇宙帮我们做这个清理。这个清理会什么时候完成呢？未来2个月，我看到是11月之前，有很多过去的人事物，不适应你的人事物会被清理，而且你们也会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和真正的面目。宝剑3号代表了有些宝贝会说，我看的还不够真，我现在的心已经被伤碎了我的人都已经碎掉，但是没有关系啊，重新建立你的理性，是在一切碎裂的基础之上，重新让这个地基浮现出来，从地基开始去修补的。所以有一些累生累世的问题会在最近的这个时间出现，有可能是半年前开始，4月开始的。我认为一些宝贝有可能在最近呢是改变了工作呀，或者说改变了作息，有可能有时差，你们去了其他的国家，有可能有些宝贝你们最近在亲密关系里边确实体验到了一种，比如说大分大合的、分分合合的这种纠结。也有些朋友你们的问题来自于原生家庭和你本身的这个安全感和稳定感。好，这些事件首先它的重组需要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宇宙会保护你们，让你们在一个就是不介入的状态底下，整个的客观元素都慢慢的发展成为一个有利于你们的形式。因此呢，不动少动，安稳则吉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金币4号就是对于你们的这个稳定的资产呢，对于你们当下对于金钱的这个感受度有可能你们会重新的去建立它。所以有不少朋友你们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理性，有可能你开始去关注你的存款，开始去做一些理财，做一些规划。不过在11月之前，我看到未来2个月大家可以少做一些判断，你们可以多做观察。我们继续再看一下我们这份幸运锦囊是什么？ Ace of Swords 宝剑1号 Clarity， 看一下这份幸运锦囊是什么。 Ten of Cups 圣杯的10号，这边看到 Strength， 也就是说
如果过去我们恰巧经历的，有些朋友有可能是比较青春的，还没有说有这么多复杂经历还没有，那恭喜你们啊，因为这些经历一去不会再回头了。所以当这个生日月到来之后啊，我认为从10月开始，也是我们季节交换的时候，秋分要到来了，9月尾，你们会有一种舒适，从内在到外在的舒适、放松且怡然自得的感觉。我认为最近其实比较考验的是大家的心态以及情绪啊，好，所以说宇宙希望大家是收紧你们的情绪。为什么是收紧的？当我们的心态是散乱，我们散落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角落、任何人的身上、事件的身上，我们很难有一种可以收摄、可以自持的感觉，就是情难自控嘛，有的时候。但是宇宙告诉我们，第一章是什么 ？Trust， 要相信自己。当你有一个清晰的信念是你已经决定了结果是什么，并且你在安好的去显化它，这一切将会被你显化出来，这个迷雾也将散去非常好的就是祖先会给予你们一定的保护，并且家庭有可能你们的原生家庭以及你们团队当中非常爱你们的人，团体当中的人会给予你们保护和支持。所以我看到当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反而不去介入让周围的客观环境以及周围的人去整理它，对你是最好的。就代表了有贵人，或者说有一些可以作用到这些事件的人物会出现。你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信息Queen of Cups， The Lovers in Reverse。 我们要遮挡一下这个卡牌，遮挡一下，那这边我们的卡牌也遮挡一下。好，这边我看的是愚人牌by the way， 愚人牌和恋人牌的逆位。好，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要换个方式爱好吗？我们这边之前看到是整体能量，现在这边出现了关于选择、关于爱情的课题。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让自己重新的回到孑然一身。孑然一身不代表你什么都不拿，你什么都不带，你什么都没有，相反是你要让自己重新开始。所以我认为在爱情里边有可能，或者说人生的某一些选择里边，你们会让自己重新做一个选择。那我认为很多处女座的宝贝们最近对于你们来讲人生课题好像蛮大的，或者说你们仿佛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灵魂暗夜到觉醒的过程。恭喜大家首先觉醒了，再者就是跟着这一条路慢慢的向前去走，你将会被指引到对的地方，而且有可能是曲径通幽的，比如说这是有一定的捷径和有一定的好的安排在这背后的。也有不少朋友，我认为你们会遇见女性的贵人，会给予你们帮助，会给予你们一定的疗愈。你们也开始去学习如何疗愈自己，如何让自我的内在变得安稳、平和和具有安全感的同时，去释放这份爱，好吗？因为我们要相信什么I am safe, I am secure, in love I trust. OK， 我是安全的，我是就是在物质上、身体上也是被安全、被保护的。In love I trust. OK， 我相信我在爱当中，所以这个爱我相信是你的高我以及宇宙给予你的大爱。你在这样的一个光环当中，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做一个重新的开始。那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这个新开始是寓意是什么Judgment and Chariot， 本身你就有2个选择，本身你就拥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剧本做出多重选择，所以任何的一个结束都不是你的失败，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当下这个时间点，有不少朋友在事业上，在人生的包含了你看待一些问题的想法上会出现新的转折，而最近这个阶段是你会重新思考你的人生方向在哪里定点，你会在哪里重新开始的一个阶段，并且你会焕发什么？焕发出生命的力量，你会召唤出生命的力量。所以在最近这个阶段里边呢，特别是在我们生日之后，有一些朋友在生日在8月尾，有一些朋友在9月中。那我们在生日之后顺次大家通过10天，再通过20天，通过30天，你们会逐渐的发现你们的状态跟之前有巨大的变化。然后这是宇宙在拉动我们往其他的一个方向，往一个目前为止对你们更加合适，跟你们的能量更加吻合的方向去瞄准你们的前景。很多朋友你们应该会有新人出现也会有新的合作出现。那在这个节点当中，你们也会发现自己过去出于情绪化的一些错的判断，你们会有深刻的自省，也会有重新的自我觉察。这个自我觉知出现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更加聪明，也会更加具有自信心。
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礼物给到我们啊。有的时候宇宙爱我们给我们的礼物是课啊，有的时候宇宙爱我们给我们的礼物有可能不是巧克力，有可能是相反的一些让我们觉得有点沉，但是呢过了之后又觉得非常感恩的课题。我认为很多处女座宝贝有可能最近你们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我看到爱你们的人，毕竟这边出现了圣杯国王，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女王，也就是说 OK， 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寻找真爱正缘，或者说你们在寻找真诚的合作，这个人即将出现了。如果一些朋友觉得我之前是屡试不爽的，我之前是没有看到机会的，甚至一些朋友是离开了稳定的关系的，并且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没有看到更好的可能性，甚至没有胜利的去重新建设自己的，你们会重新的建设自己。当重新的建设起你们这一座高塔，或者说美丽的庄园的时候，好，另外的一个美丽的庄园和你们吻合的能量将会出现在你们的世界，在未来将会有跟你们能量非常吻合的新朋友和喜爱你们的人，甚至是贵人会出现。有些朋友在未来特别是在明年的中段给大家一个时间点明年的2025年的 6月7月左右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合适的人。快一点的话，一些朋友有可能在下一个月份，要看大家能量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换。不过爱你的人在等你哦。好，我还看到有些宝贝们，你们的家人很爱你们，有可能你们在能量上无法产生吻合，但是其实原生家庭也会给你另外一种力量，不管是去突破还是去坚持，还是去在这个当中挖掘自己。总之原生家庭其实是你的一片田地有可能是一片福田，所以你可以在当中找寻出能量的。好，个别的朋友在有可能是未来几个月吧，半年，未来6个月里边，你们会修复跟家人的关系，或者说一些过去的友人的关系，友情的关系将会被修复。我觉得你们一定看破了什么，宇宙一定要让你们看破了什么，再去做一个新的选择。而新的选择永远都有新的解决方法。比如有了问题，我们有新的选择，我们有了新的解决方法，而这一切是好，正在被稳稳的安排着的，这一切都是对的安排。有些宝贝会说我不顺或者说难道我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吗？我相信当你们去寻找到了内心的能量，看到另外的一个自己的时候，你们的问题将会在那个刹那停止，你们将会在那个刹那获得新生，并且找到这条路的美好的出路。你们要相信自己，好吗？所以我们看一下卡牌在能量上来讲，首先第一张呢，宇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Simplifying your life。好，极简化你的生活有一些旧的物品该丢就丢，好吗？大家可以去做个清理。然后我看到有一些细碎的这种杂物小物件跟你的回忆相连接的这个东西物品，包含了有可能你穿了哪一双鞋子，你戴了哪一个帽子，去过哪个地方，带给了你什么样的回忆。如果你决定要和这些能量画一个界限，你们可以做断舍离，好吗？ I cherish the simple pleasure of life。 OK， 我享受极简的快乐，好吧，极简的快乐。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要不停的去做减法，不停的去浪费财物可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生活需要一个新的调理，这个在未来1个月大家可以去做，就是秋分到来之前或秋分的前后，我认为这个会帮助你们去让你们的生活状态和风水，或者说一些你们看不见的甚至遗忘的角落被翻新出来，被净化开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净化，也是一种风水上的调整。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有一些物件在你们的角落里边需要去搬出来擦一擦，整理一下了这会让你们的运势更加的通畅，让你们的心情更加通畅，没有杂念。好，因为风水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活在什么样的空间，我们就是什么样的状态身体也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复刻，所以这个宇宙是非常神奇的。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宇宙，我们所在的空间也是这个宇宙所以让我们的空间更加可以说是简单，你们的想法会简单起来。这边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很简单，I feel confident， 我感受到自信了，
我们所简单，我们看到这个女王头上有好多的贝壳，有非常华贵的装饰，这代表了什么？丰盛。你们的顶轮在打开，我看到其实你们非常吸引周遭的人，你们是非常具有魅力，以及拥有敏感的、纤细的观察力和感染力的人。OK， 所以你们要理解到你们的优势在哪里。那 Sassy 生活当中感知到、连接到、看到的处女座的宝贝其实都非常的优秀，但同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自省的机制，因此经常会忽略到你们的优点。你们有的时候会去权衡，或者说考量以及整理和改善，但往往忘记了去赞美和奖励自己。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你要自信，你要从容，并且你是值得这一切的。当你可以自信地望向你的目标，望向你的远方，望向你的一切，你们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冠冕。也就是说，你想要的一切其实已经被显化，有可能它投到你世界的路有可能快一点，有可能慢一点，这跟我们的个人能量不一样。但相信Go with the flow， 跟着这个 flow， 跟着这个能量去走。我相信呢，在未来这一个年度当中，你们也会重新看到更不一样的一个维度，更不一样的一片景观。这也会帮助你们，让你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实力，好吗？过去如果有一些挫败的经验的处女座宝贝们，不要担心这个年度你们可以遇见不错的机会，得以翻身，不管是事业上的，还是人际关系上、情感上的。好，宇宙来祝福大家重新的做一个内在的整合，并且千万不要忘记了无限的信任。感恩今天跟所有处女座宝贝们的连结，再一次的祝福大家生日快乐，新的一年一切顺利，一切都好。非常感恩跟大家不断的共同学习和体验，相信这会创造属于我们的更加美好的、更加广阔和丰盛的未来，这个未来也属于你们。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